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高盛证券撰写的这份报告。这份报告的内容其实非常值得推敲了。您知道，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连续2天透过全新的隔夜逆回购工具，向市场疯狂注入了高达9000亿人民币。对，9000亿，这规模真的非常惊人。没错，而且规模庞大就算了，真正诡异的是，官方对这笔资金的操作利率居然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盖牌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刻意隐藏了利率。是的，在机构金融的世界里啊，央行绝对不会说，不小心去隐藏资金的定价，这背后肯定有着非常精密的盘算。就是说啊，其实读到这份报告探讨货币政策操作的段落时，我就想到一个比喻，这感觉很像魔术师在台上大把撒钱，可是却不让你看清钞票的面额。这个比喻蛮贴切的。或者说，就像顶级精品品牌为了解决库存，私底下给了超低折扣，但绝对不敢公开宣传，因为一旦公开了，那块昂贵的招牌定价就彻底毁了嘛。人行现在也是怕破坏某种定价体系吗？完全切中要害。根据这份报告的深度解析啊，虽然官方没有披露，但市场传出了实际定价大概是1.25%。1.25%，这比预期的1.30%还要低耶。对，显著低于预期。所以这份报告向我们说明了，这种盖牌其实是一次非常聪明的防御性制度安排。防御性是要防御什么？主要是为了维护7天期逆回购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的权威了。您想哦，如果在工具还没成熟的时候，就每天公布各种不同的低迷利率，市场的预期马上就会崩盘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透过这种技术性的隐蔽操作，就能够完美平衡释放流动性跟预期管理这2件事。没错，就是既能在季末悄悄给市场解渴，又保住了基准利率的导航地位。等等，我懂隐藏利率是为了不引起恐慌了，但为什么一开始需要一次性灌进9000亿这么夸张的数字？这个嘛，这就要看这份报告里的底层数据与财政逻辑板块了。我有注意到报告里提到实体经济放缓，还有那个油价下跌带来的去通膨压力，所以就是这样的宏观背景，倒闭央行必须维持宽松吗？隔夜逆回购常态化对资金曲线的锚定效应。锚定效应，这具体来说是怎么运作的？当央行把这个工具变成常态，等于告诉银行说，别怕，我随时都在。这会让银行间的短期资金波动降到极低点。波动变低听起来是好事啊，这对我们听众的资产配置会有什么实质影响？这就是最矛盾的地方了。当短期资金极度充裕而且毫无波动的时候，您想，市场上庞大而且无处可去的便宜钱会怎么办？如果短期赚不到钱，就会被迫去寻找其他出路吧？是的，这股资金就会大量涌入中长期的国债市场去抢利润。这种由工具常态化所引发的现象，正是引发资产荒的导火线。资产荒，所以这就是把10年期中国国债殖利率硬生生逼向1.7%这个关键临界点的最大推手咯。一点也没错。央行本来只是想稳住短期流动性，结果反而变相像是在长端债市点燃了资金狂飙的引信。这听起来真的是牵一发而动深深耶。那针对这份报告的分析，我们听众在行动上应该怎么调整呢？报告总结了2个具体的行动维度。第一，您必须认清殖利率下行的通道已经打开了，所以应该积极配置优质主权债还有掉期合约。了解，也就是提早锁定较高的长端固定利率。那第2点呢？第二就是切勿盲目对赌短期的季末利率反弹，反而应该持续紧盯每日逆回购的规模。盯紧源头的动作才是最真实的防御。对，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反思：当宽松的齿轮一旦启动，其实往往就很难停下来了。真的，这常常是个不可逆的过程。没错，所以面对这小由央行亲手推动的利率下行风波，您目前的资产配置真的做好防御准备了吗？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。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警语：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，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。